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刺客为官宣先报，王一博三搭成尔背后藏着他真正电影咖进阶的野心。当王一博、成尔三搭刺客几个关键词同时出现的时候，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惊讶，而是居然真的来了。从无名到人鱼，再到如今网传即将启动的新片《刺客》，王一博与导演成尔之间似乎正在形成一种非常罕见的合作模式，不是流量与名导的短期互利，而是一种逐渐建立起来的创作信任。尤其是在如今这个影视行业高速更替、资本情绪反复横跳的时代，一个年轻演员能够连续获得同一位作者型导演的青睐，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。更重要的是，刺客传闻曝光的时间点也非常微妙。就在王一博刚刚完成与乐华娱乐续约之后，关于他将再次进入电影项目核心阵容的消息迅速发酵。很多业内人士都意识到，这可能不仅仅是一部新电影那么简单，而是王一博整个演艺路线彻底转向电影核心赛道的重要信号。而真正值得讨论的，也恰恰是这一点。为什么偏偏是成尔？为什么偏偏是王一博？为什么大量观众对刺客甚至还没官宣，就已经提前拉满期待值？这些问题背后，其实藏着如今内娱最值得研究的一条顶流转型路径。过去几年，娱乐圈一直有个残酷现实，很多顶流艺人并不是没有资源，而是资源太多。他们拼命进组，疯狂刷剧，频繁曝光，看似热度很高，但真正能够留下来的角色却寥寥无几。观众记得他们的热搜，却记不住他们演过什么。可王一博这几年的路线却越来越明显地走向另一个方向，他开始主动减少快餐式曝光。相比疯狂接综艺、扎堆古偶，他更倾向于沉下心进入电影体系。这件事其实从无名开始就已经能看出来。当时很多人不理解，一个顶流艺人为什么要进入一部风格如此压抑、节奏如此冷峻的电影。甚至在影片初期宣传阶段，很多观众都认为这是一次冒险。但事实证明，无名恰恰成为了王一博演艺生涯里最关键的转折点之一。因为成尔的镜头，第一次真正让很多观众看见了王一博身上的电影感。那种克制、沉默、带着危险气息的表演方式，与过去大众对流量偶像的印象完全不同。很多影评人后来都提到一个共同观点：王一博在成尔电影体系里并不是偶像演员，而是一个被重新塑造的角色载体。这是非常高的评价，因为作者型导演通常最抗拒明星感，他们更在意角色是否成立，而不是演员本身是否流量巨大。所以当成尔愿意连续2次，甚至疑似第3次启用王一博时，其实已经说明王一博并不是简单的适合商业宣传，而是真正进入了导演的创作语言体系。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，因为它可能意味着王一博真正进入电影核心圈层。很多网友都注意到一个现象，刺客甚至没有正式官宣，但讨论热度已经开始飙升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观众对王一博如今的期待已经不再只是帅不帅、红不红，而是开始关心他还能走多远。双引号，这是一个艺人真正完成升级的重要标志。以前大家讨论王一博更多集中在顶流、人气、商务、时尚，而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他的导演资源、角色深度、电影路线。这说明他的公众定位已经发生变化。尤其是成尔这种导演，
在业内一直代表着一种特殊地位。他不高产，但极度挑人。他选择演员更看重气质匹配与长期合作默契。因此刺客的传闻一出，很多业内观察者立刻意识到，如果消息属实，那么这不是一次普通合作，而是王一博已经逐渐进入作者导演长期合作名单。而这种名单在华语电影圈一直非常珍贵，因为真正能够被作者导演长期使用的演员，往往最后都会形成自己的独特标签。比如梁朝伟与王家卫，周迅与娄烨，张震与侯孝贤。这种关系最大的价值，不是短期票房，而是演员艺术生命的持续增长。而如今，越来越多人开始把王一博与电影演员这个标签真正绑定，这才是刺客传闻真正引发震动的原因，因为他已经开始拥有不可替代性。娱乐圈里有两种演员，一种是谁都能演，另一种是谁都替代不了。过去很多人质疑王一博，说他只是流量红利，但如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，如果成尔的新电影真的需要这种年轻、克制、危险感与少年感并存的气质，还有几个年轻演员能替代？答案其实不多。王一博这些年的最大变化，不是演技突然飞升，而是气质越来越稳定。尤其在大银幕上，他逐渐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存在感，不喧哗，但有压迫感；不刻意，但镜头会自动聚焦他。这种静态张力，其实正是很多电影导演最看重的东西。因为真正适合电影镜头的人，从来不是最会表演的人，而是最能被镜头放大的人。很多观众发现，王一博不属于那种情绪外放型演员，他更擅长用眼神、停顿、呼吸去传递情绪。这种表演方式在电视剧里未必最吃香，但在电影体系里却极具优势。尤其成尔这种导演本身就偏爱大量留白，所以两人的合作会形成一种非常微妙的化学反应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成尔是在雕刻王一博，而王一博也正在借助成尔完成自己最重要的一次身份升级，不是资源，而是行业信任度。很多网友提到，王一博续约乐华后，资源似乎更加稳定了，但实际上，比资源更重要的是行业内部对他的判断。因为娱乐圈最现实的一点是，资本可以制造热度，但无法长期制造信任。真正决定一个演员能否持续拿到核心项目的，是导演圈与制作圈是否愿意继续使用他。而王一博现在最大的优势就在于，他已经开始获得长期合作信用。这种信用包括能吃苦、配合度高、愿意沉浸角色、不轻易消耗口碑、商业价值稳定、粉丝基本盘强大。对于电影项目来说，这几乎是理想型演员。尤其在如今电影市场越来越谨慎的情况下，一个既能保证市场热度，又不会严重干扰创作的年轻演员，其实非常稀缺。所以很多业内人士才会认为，刺客如果最终确定王一博主演，很可能意味着他已经彻底进入电影资源第一梯队。而这也是很多顶流艺人始终没能做到的事，因为大家终于看见了长期主义。这次最有意思的一点，其实是网友态度。过去只要出现资源咖顶流演电影等话题，网络通常争议巨大。但这次关于刺客的讨论，整体氛围却明显偏正面。很多评论都在说，只要是王一博加成尔，就愿意等。终于看到一个愿意慢慢磨演技的顶流。他现在最聪明的地方，就是不乱接戏。真正的电影路线，就是要跟好导演长期合作。
双引号。甚至还有不少观众开始主动回顾《无名》的细节镜头，重新分析王一博当时的表演层次。这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：观众对他的认知已经开始发生二次升级。以前大家喜欢的是王一博本人，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期待王一博的作品，这是本质区别。因为真正能走得长远的演员，最终都必须从明星消费转向作品消费，而王一博如今显然已经逐渐走到这个阶段。很多人现在最关心的问题，其实并不是刺客到底拍不拍双引号，而是如果真是王一博，他会演什么样的人双引号。因为刺客这个题材本身就充满想象空间，冷血、孤独、压抑、危险，还是带着悲剧色彩，这些气质其实都与王一博如今的大银幕形象高度契合。尤其是他身上那种天然的疏离感，非常容易形成角色神秘性。而程耳导演最擅长的，也恰恰是这种复杂人物关系。因此很多影迷已经开始大胆猜测，刺客很可能不会是传统商业动作片，而是带有强烈作者风格的人性电影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对于王一博而言，这甚至可能成为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次角色突破。因为真正能让演员完成质变的，从来不是简单爆款，而是代表作。而程耳恰恰最容易制造这种作品。结语：王一博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从来不是顶流，而是稳定成长。回头看王一博这些年的路线，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他几乎没有突然性的爆发，没有一夜之间封神，没有疯狂营销演技炸裂，但他一直在慢慢往上走，一步一步，非常稳。而娱乐圈最难的，其实恰恰就是稳定成长。因为大多数顶流最容易陷入的就是过度消耗，但王一博这些年却越来越像一个真正长期规划型演员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曝光，知道什么时候该沉淀，更知道什么导演值得长期合作。所以刺客真正让人期待的，从来不只是新电影本身，而是大家终于看见，王一博可能真的正在完成一次极少数顶流才能成功的转型，从明星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电影演员。而如果这条路继续走下去，未来的王一博或许会比现在更可怕。因为对于一个年轻演员来说，最珍贵的从来不是热度，而是成长空间。你觉得王一博最成功的一次转型作品是哪一部？如果刺客正式官宣，你最期待他挑战哪种角色？你认为程耳为什么会连续选择王一博合作？王一博如今算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咖了吗？你更喜欢王一博演电影，还是演电视剧？你觉得内娱还有哪些年轻演员能走作者导演路线？